北大巨蛋。大巨蛋的诞生从一场暴雨开始说起。25年前的1993年正值职棒总冠军赛，味全龙队统一狮队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中断了比赛，全场球迷对此又失望又心急。突然，球迷们纷纷在现场高喊：“巨蛋，我们要巨蛋！”面对球迷的呼喊，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郝柏村立刻回应了，保证会新建一座巨蛋球场。但大巨蛋的诞生并不顺利，可说是风雨飘渺。大巨蛋从选址开始，地点就不断的更换，终于到了1998年，北市府接手了停止营运的松山烟厂后，终于决定用烟厂的基地盖大巨蛋。不过对于都市计划来说，这个选址是非常有问题的。大巨蛋与小巨蛋的距离只有 1.2 公里，相同性质的公共建设距离过近，且若同时举办活动，会造成过多的车流、人流汇入市区，瘫痪交通。目前国外新建的大型球场，大部分的做法会选择在城郊的高速交流道旁，否则大量的观众涌入市中心将会是一场灾难。2006年，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与远雄董事长赵腾雄签约，远雄取得了台北大巨蛋50年特许建造经营权。大巨蛋自2012年开工，原定合约在3年内完工。大巨蛋外观设计几经变更，原始核准设计为蛋形，设计变更后，加大左侧建筑的商业空间，造批向免治马桶。整个园区的规划除了有巨蛋球场之外，还包含了饭店、影城、商场、办公楼，5层合体的黄金印钞阵容。但在2014年柯 P 上任后，发现了多项争议，而后要求大巨蛋停工。大巨蛋的争议主要有合约不公及安全隐忧，还有护树行动等引发的纠纷。至于为什么要挡大巨蛋，其中安全防灾部分为最主要的关键。远雄的变更设计是为了增加更多的商业空间，但相对的，提高商业面积就会压缩到防灾疏散。巨蛋西面的商业楼不会免治马桶的水箱，产生了很多的安全问题。除了吃掉人潮疏散面积外，对于火灾的延烧也是增加了不少风险。以最大商业利益作为考量无可厚非，但是当商业利益要以生命做赌注时，就无法被接受。面对台北市政府强硬要求远雄修改建筑规划及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，2006年1月时，赵腾雄特别录影表示，关于大巨蛋已无肉可销，若市府认为有得赚，请买回去，让我早日脱离苦海，表达自己的委屈，并表示大巨蛋的规划过程都在合法的规范内，和台北市政府签约时也都谈好细节内容，不应该再贸然要求改动。市府在清查后发现，远雄共有79处没有按图施工，而后停工重新检讨了各项安全问题，期间进行的下降容留人数、增设安全梯、提升防火区划、增加避难面积。在僵持了许久后，2019年，远雄集团提出了退缩方案，大巨蛋园区内商场栋与影城栋1楼室内空间将退缩106坪，并增加5处出入口，户外景观设施也将退缩46坪。除此之外，维持原核准预付率，也积极处理附近居民提出有关于钛板反光，也因远雄后续的配合有了复工的契机。其实最好的设计方案是移出巨蛋旁的商业空间，
除了能完美解决安全疑虑之外，巨蛋的外形也最漂亮。如果已经盖好的建筑再拆掉也不现实。我想不少人发现停工期间的大巨蛋能不断的在长大，似乎解释在停工期间，法院核准进行14项公安维护工程。因为停工后巨蛋会面临锈蚀、水伤、坍塌等风险，还是得进行必要的维护。不过外观看起来进度变化神速，就好像做简单的脚底按摩，却升级成全套大保健，不好说。当年因盖在国父纪念馆前，在伟人面前，所以被限高了60公尺。可是打棒球又需要高度，所以球场盖在地下10.5公尺。若观众在上方看台看球，逃出来很快，但是举办演唱会，舞台及观众席位在地下10.5公尺，等于要往上跑3层楼才能到地面，逃生就会有问题。于是，在忠孝东路地下设置通道，可利用国父纪念馆的广场变成大巨蛋的出口，将有助于大量的人潮疏散。目前地下道施工正在进行，预计到2022年9月完工。姚文智的蝶翼方案，在台北市长竞选期间，姚文智对于大巨蛋安全疏散问题提出了蝶翼空桥方案。虽然是蛮有创意，但是就如前面所提，巨蛋是下层式的设计，若紧急疏散等于要向上爬6层。2020年8月，北市政府建管处已同意复工，目前进度，主场馆、办公楼、旅馆、商场、影城建筑主体都已经完成了，剩余内部的装修及细部修饰，将于2022年2月完工。最新的消息，中信集团辜仲谅号召多家台日企业，有意在大巨蛋完工后争取成为未来的经营团队。投资成员包括了日本的软银集团，也就是日职的软银鹰队，未来一定能更深化台日的职棒交流。至于其中的政治纷扰就不多说，事后再论谁是谁非意义不大，只希望巨蛋能快点完成。城市的进步经不起等，这颗孵了29年的蛋，希望能给政府、建商、人民带来省思，莫再历史重演。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，欢迎订阅追踪，我们下回见 ，See you。